还为了蛇年生个蛇子，竟偷跑去后山蛇仙庙糟蹋了只彩蛇，并把大着肚子的彩蛇带回家。谁知当晚男孩家院子就被万蛇围住，并不断吐着蛇信。村里老人都说我这是触犯了蛇仙娘娘，万蛇这是来取我性命。可那群大蛇只是齐刷刷的弯下腰，仿佛在恭迎什么一般，不一会儿又如同潮水般退去。年幼的我被这一幕吓得当晚就变得痴傻起来，只是口中会不断嘿嘿道：“我是人中龙凤，我是人中龙凤。”村民们见状都跑得远远的，就怕和我沾上些因果。一直到我18岁那天，我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，梦中每次有一个漂亮的姐姐对我微笑，但其他内容我完全不记得。可是从那以后，我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，而且突然跟正常人一样说话。我立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爷爷，爷爷听后却没有一点高兴的色彩，反而更加一脸严肃道：“娃儿，你不可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，并且他还让我发誓继续装傻，一直要装到21岁。”我问他原因，他说村里的人能接受傻子，但是不能接受一个怪物。等我还想问些什么时，爷爷却闭口不谈，只是说等我21岁的时候自然就明白了。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听爷爷的话，白天继续装傻，晚上就在家里学习爷爷教我的本事，一直到我21岁生日的那天晚上，爷爷突然把我叫到身边，开口说道：“过了今晚，你可以不用再装傻子了。”我顿时愣在了那里，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爷爷。村里的人现在能接受一个怪物，爷爷没有搭理我，而是拿出了一条足足有几米长的红绳递给我，你用这红绳绑着家里那老公鸡的左腿，跟着他走，他去哪里你就跟他去哪。啥意思？我一脸疑惑地看着爷爷，爷爷依旧神秘地告诉我，明天你就知道，不烦呢。无论今晚发生什么，第二天一定要回到村子。说完将我推出了门外，我听从爷爷的嘱托，把红绳绑在了老公鸡的左腿上。说来也怪，这原本还在不断挣扎的老公鸡，绑上红绳之后就立刻不动起来，把鸡放在地上，他迈开步子，直接离开了鸡舍。我拉着绳子跟着公鸡的方向走去，走了差不多2个半小时，老公鸡竟带着我来到了小龙庙前，并且还不断的拿嘴去啄庙门。小龙庙就是我们村供奉的蛇仙庙，传说在500年前，我们村每个月都得挂一个人在村口的老槐树，不然村子必会闹起蛇灾。后来经过高人的点拨，建起了这个小龙庙，并每月将一些好酒好肉供奉给蛇仙娘娘。自那以后就未曾发现怪事。我跟着公鸡走进庙中，小龙庙并不大，只有不到30个平方，里面有一尊蛇仙娘娘的木雕。我对于这里的环境既熟悉又亲切，在过去装傻装哑的那些年，村里小孩都不愿跟我说话，唯一的倾诉的对象就是跑来这里和蛇仙娘娘说话。我关上庙门，然后熟练的拿出一个睡垫，想到过了今晚就不用再装傻子了，我心情就是大好。随即我弯下腰，从脚踝处取下了一只银色的脚铃，戴在了蛇仙的脚踝上，一边戴一边说道：“这些年吃了您不少贡品，这对脚铃是我那从来没见过面的亲生父母留给我的，送您一只。”戴好之后，我用力拨动了一下脚铃，声音很小，但还是一如既往的清脆悦耳。我嘿嘿一声傻笑，直接躺在了跪垫上，继续跟娘娘叨叨着这几年发生的事情。不知说了多久，我渐渐地进入了梦乡。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，而那公鸡却没有打鸣。我爬起身来，却发现那老公鸡居然莫名其妙的死。我仔细检查它的尸体，发现脖子上面有一个被咬开的伤口，应该是黄鼠狼咬死。这种事情在村里挺常见的，我也没以为意，打算拿回家炖汤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抓起鸡脚，和蛇仙娘娘告了个别，离开了小龙庙后，远远的看见村口的老槐树下聚集了10多个人，而在那老槐树的树干上，似乎还吊着一个人。我赶紧朝着那老槐树跑去，跑近一看，我震惊的差点跌倒在地上。那树干上的人居然是我的爷爷赵乾坤，而围着的村民都显得很慌张，嘴里不断的念叨：“完了完了，槐树上掉蛇灾来，这下村子要完蛋了。”一个甲子过去了，还不知道蛇穴中积攒了多少毒蛇呢。我赶紧丢掉了手中的大公鸡，嘴里大叫着爷爷冲了过去。村里围观的人转头看着我，眼神都很疑惑，怎么这傻子突然会说话？我用力扒开人群，来到了爷爷的遗体下面，这才发现在爷爷的遗体下面蹲坐着一个身上衣服破破烂烂的颠婆。颠婆在我们那里就是女傻子和女疯子的意思。颠婆蹲坐在地上，谨慎地看着周围的人，显得很害怕。我没有管那么多，撸起袖子就准备往上爬。见我要上树，老王头赶紧说道：“傻子别爬，赵三爷这尸体不能放下来，这是祭蛇仙的，尸体放下来就彻底完了。”老王头是村里年纪最大的，也是最德高望重的。老王头一发话，另外几个人赶紧冲过来将我抱住，阻止我上树。我用力的反抗着，可咋都挣脱不开。那个颠婆见状突然大叫起来，她快速爬起身来，冲到我们身边，不断的对着那些壮汉拳打脚踢着，嘴里啊呀呀的叫个不停，似乎想要把我救起来，只是他的力气根本不够看。王痞子伸手用力把他一推，随即一口痰吐在颠婆身上，嘴里厌恶的说道：“傻子配颠婆，你俩还真是绝配，就是你这个傻子，每次都去小龙庙偷贡品吃，蛇娘娘生气了才杀了你爷爷的，你这个灾星这是要害了小龙村的所有人。”一旁的村长赶忙问道：“王伯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”老王头思考了一下道：“先把他关屋子，赶紧组织人去祭拜蛇仙娘娘。蛇仙娘娘如果还生气，也不至于找不到人。”放屁，你这个老不死的，别瞎指挥了，你这样会害了小龙村的。放我下来，快放我下来！我大声的争辩着，可在他们耳中，这完全是风言风语，根本就没有人听得进去。我被4个大汉直接抬起，朝着我家的方向走去。王痞子也扛起颠婆跟在后面，任凭我们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。很快，我和颠婆就被丢进了我们家
家爷爷的卧室，他们把门直接关了起来，从外面上锁。我彻底绝望了，爷爷的遗体还被吊在那老槐树上，不能入土为安。那个老王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肯放我出去。这时颠婆一声痛声传来，我转头看着还趴在地上的颠婆，赶紧把他扶了起来。我们这一类人，别人都跟躲瘟神一样躲着，所以对于他的状态我感同身受。先坐下，我拿毛巾给你擦擦。我把他扶到爷爷床上坐了下来，我一边说着一边用毛巾把他脸上的血迹擦拭干净。可等我看到他的正脸时，我惊愕地坐在地上。他怎么和小龙庙的蛇仙娘娘一模一样？如此漂亮的脸蛋，而且和梦中那个女人一模一样。颠婆见我一直盯着她，她脸一红，哎呀两声之后赶紧低下了头。你知道蛇仙娘娘吗？我双手抓着她的双肩赶紧问道。颠婆摇了摇头。那你去过小龙庙吗？颠婆依旧摇头。难道真的是巧合？你知道你是从哪个村来的吗？颠婆只是摇头，嘴里连哎呀声都没有了。那你怎么会出现在老槐树下面？我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用力地摇着她的双肩。颠婆开始闪躲，这时晃动的瞬间，我听到一阵铃铛声。我顺着声音看到她脚上脚铃，这个脚铃我太熟悉了，是我昨晚送给蛇仙娘娘的那一只，那是我亲生父母留给我的。也许是我的举动吓到了她。颠婆一声大叫，赶紧挣脱开来。她迅速爬上床，抓起爷爷的枕头抱在怀里。这时被枕头压着的信封显现出来，我赶紧拿起那个信封，上面写着5个字：赵不凡亲戚，是爷爷的自己。小凡，小龙村的蛇灾是真实存在的，我苟活了4年，为的就是培养你。老公鸡带你去了小龙庙，证明蛇仙娘娘已经认同你，你有足够的能力为村子挡下这次的灾祸。你会碰到下一个来村里的傻，你要像我照顾你一样照顾好他。关于我的后事，不设灵堂不吊丧，不立灵位不造棺，明天日出之前把我的遗体从老槐树上取下来，丢进蛇谷的蛇穴即可，便可保佑这次村子。我所有的钱在箱子里。看完整封信，我目光落在了颠婆身上。爷爷说叫我照顾你，你以后就和我姓。爷爷还说自命不凡便可仙，我叫赵不凡，那你就叫赵可仙，可以吗？颠婆抬头看着我，然后点了点头，表情还是有些害怕。稍微缓和了一下情绪之后，我赶紧走到门口，大声喊道：我要见村长，我爷爷留下了信，是关于蛇灾的。蛇灾2个字一说出来，门口守着的王痞子赶紧走到窗边，嘴里问道：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扬起手中的信封说道：还骗你不成？王痞子看了看我手中的信封，然后又瞟了一眼缩在墙角的颠婆，突然满眼贪婪，估计是他也没想到这个颠婆居然这么漂亮。王痞子，去把村长给我找来。我挪了一下身体，挡住了身后的颠婆，心中有些后悔，不应该把颠婆的脸给露出来，这个王痞子可不是什么好人。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王痞子开口说道。我把空的信封递给了他，赶紧去把村长找来，只有我才能解决村里的蛇灾。我扬了扬手里的信纸，继续道。见状，王痞子眼神一亮，就你拿来给我，我现在就去帮你跑一趟。说着，王痞子带着他身边的小混混打开了锁，看着他们罪恶的嘴脸，我二话不说抡起木棒直接砸在了张振龙的头上。张振龙顿时双眼一翻白，瘫坐在了地上。王痞子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抡起扁担就朝着我砸了过来。房间小得可怜，我们俩顿时就扭打在了一起。这时受伤的张振龙站起身来，从腰间拔出了一把匕首就朝我冲来。就在要刺到我时，旁边的赵可仙直接扑了过去，随即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声，倒在我的身后。我回头一看，张振龙已经把匕首送进了赵可仙的腹部。张振龙虽然穷凶极恶，但是从没有杀过人。见到这一幕，他也开始着急了起来，赶忙推开我，拔腿要跑。我没有去追他，当务之急得先救赵可仙。我抱起赵可仙就朝着王医生家里跑去。谁知来到王医生家，才得知他们去小龙庙祭拜去了。我没有犹豫，把赵可仙背在了背上，马不停蹄地朝着小龙庙跑去。等我跑到小龙村的时候，村里几大家族的元老和村长都在祭拜蛇仙娘娘，他们跪在地上，供桌上摆满了贡品。王医生，救命啊！我大喊一声，正在跪拜的王医生赶紧站起身来。王医生这个人还行，医者父母心，他快速地帮着赵可仙处理着伤口，伤到为了大出血，除非能够在2个小时之内送到县医院输血，不然没救了。我听完之后一脸懵逼，这小龙村去医院的先翻过一座山，2个小时根本就不够。可这赵可仙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而且爷爷交代过我，必须好好的照顾他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得送他到县里的医院去。这时祭拜完的老王头赶紧走了出来，去什么医院？现在蛇仙娘娘正发怒呢，需要用人祭祀，反正这颠婆也救不了了，就给蛇仙娘娘当祭品吧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老王头，来，看看他是谁。我说着把赵可仙的头发拨开，露出了那和木雕几乎一样的样子。看到赵可仙的样子，众人顿时吓了一跳，老王头却大声说道：就是他，长成了蛇仙娘娘的样子，触怒了蛇仙娘娘，必须把他献祭给蛇仙娘娘。放屁！我大声骂道，然后把爷爷的信交给了村长，这是爷爷留下来的信，您看看，我现在要带他去医院。说着我弯腰抱起赵可仙，老王头皱了皱眉头，然后伸手拿过信看了起来。片刻之后，他直接把信撕碎了丢在地上，这根本就不是三爷的字迹，这傻子从小就偷吃蛇仙娘娘的贡品，心术不正，他明显是贪图三爷的家产，害死了三爷。村长啊，这傻子的话你能信吗？这怎么不是爷爷的字迹了？你这个老家伙，连我爷爷的话都不听，你这样会害死全村人的！我大声吼道。然而村长和老王头似乎没听到我话一样，你们把他们锁在小龙庙，好好向蛇仙娘娘认罪。说着，几个大汉暴力把我推进了庙中，随即一把锁彻底把门锁死，任凭我怎么敲门都没有理我。我看着躺在地上的赵可仙，心急如焚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窗外已经天黑了，我抱着赵可仙的手却依旧没有松开，他身上的温度还倔强地存留着，而我的心却彻底死。
死了。蛇仙娘娘，您能帮帮可仙吗？我转头看着蛇仙雕像，身体却不禁一抖，因为在蛇仙的腹部也出现了一道豁口，位置和赵可仙腹部的一模一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就在我疑惑间，村长那急切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过来：“快快快，把傻子，不，把不凡请出来！”怎么了，村长？胡子疑惑地问道。村长赶紧说道：“赶紧把门打开，蛇群进村，已经咬伤10几个人了。三爷的遗书可能是真的，也许真的只有不凡才能拯救小龙村了。”门吱呀一声被打开，村长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：“不凡呢？蛇群进村了，咬伤关我什么事？你叫老王头去解决啊！”我语气不善，直接打断了他。村长赶紧说道：“不凡啊，王伯已经被咬了，王医生已经去联系抗毒血清了，而且那蛇群都冲你爷爷的遗体去。”什么？我身体一抖，停下了脚步。村长帮我联系车送他去医院，他若死了全村陪葬。我不舍得看了一眼赵可仙，一把夺过了村长手里的火把，快速的朝着山下的村口跑去。此时的村里已经乱作了一锅粥，到处都是惨叫声和狗叫声。我单枪匹马的跑到了老槐树下，爷爷的遗体依旧挂在上面，而在槐树的阴影下聚集了至少上百条蛇。我挥舞着火把，直接冲到了老槐树底下，不断的用火把驱赶着周围的蛇。火的温度让蛇非常害怕，我这一冲进去，下面的蛇就散去了一大半。我用力的挥动着火把驱散蛇群，火把所到之处，蛇群纷纷退开，而火把一离开，他们就再次围拢过来。见状，我疯狂的挥舞着手里的火把，企图扫出一条路来。就在我就要冲出包围圈的时候，突然咔的一声，火把头居然断了。见状，头顶几条金花蛇迅速冲向我，随后直接缠住了我的头和脖子，而周围的那上百条蛇也同时对我发动了攻击。所有的蛇群全部扑了过来，在我身上疯狂的啃咬，我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，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僵硬。周围群蛇的冰冷体温让我犹如坠入了冰窟，一点点窒息感让我绝望的闭上了眼睛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出现了赵可仙的喊叫声，这蛇毒果然能致幻。我无奈的想着，可赵可仙的声音不断的响起，听上去是那么的真实，而蛇群松动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。我用力睁开眼睛，远处现了一大批火光，并且在快速朝着我们这边走。不凡，不凡呢？你坚持住啊！迷迷糊糊中，村长大声呼喊的声音也传了过来。模糊的视线中，我看见村长带着20多个举着火把的村民冲了过来，20多个火把的热量让蛇群纷纷往后退，大蛇也彻底的松开了我，率先朝着蛇谷方向溜走了。其他的蛇群也纷纷溃逃，只是瞬间蛇群就已经消失不见，村里的人全部围了过来。不凡，你没事吧？能不能起来？村长开口问道。而王医生戴着手套检查了我一下我的全身，随即摇了摇头说道：10几个地方咬伤，而且是不同的蛇毒，我们又没有这么多种抗毒血清，神仙也很难活。王医生的话斩钉截铁，村长也长叹了口气，他满脸愁容的看着我，突然说道：神仙，蛇仙娘娘是不是可以救他？其他人也附和着，试试吧，也没其他办法了。他们话还没说完，我突然两眼一闭晕了过去。等我再睁开眼睛，蛇仙庙中那昏暗又熟悉的场景映入眼帘。没死！我内心狂喜，随即感知了一下身体的各个部位。此时的我是平躺在庙中的跪垫上面，衣物已经被褪去，露出了实际处被蛇咬伤的伤口，伤口已经红肿，甚至是发青。梦中的那个蛇仙娘娘正趴在我身旁，在给我吸着蛇毒。我仔细的打量着她，她和赵可仙五官几乎一样，但是整体形象上却有着天壤之别。看着她帮我吸蛇毒的样子，我准备坐起来。蛇仙娘娘吸出带血的毒素，她没有吐出来，而是直接咽了下去，然后认真的看着我：你躺好，别动。以前在梦里，蛇仙娘娘从来不说话，这是她第一次说夫君以外的话。我嗯了一声，全身放松躺好，眼神看着屋顶，开口问道：蛇仙娘娘，我是死了吗？蛇仙娘娘没有立刻回答我，而是在大腿处的一个伤口用力的吸着蛇毒。过了一会，蛇仙娘娘抬起头：夫君你没死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最后一个伤口我已经帮你清理完毕了。我身体一震，忍不住抬头看着她：你叫我什么？这个称呼已经陪伴了我好几年，只不过是在梦里，而现在我已经完全可以确定了，这个蛇仙娘娘还是之前梦中的那个她，而这很可能还是个梦。难道你不愿意吗？蛇仙娘娘表情突然变得有些焦急，我赶紧说道：不，我当然愿意，只是感觉我配不上。嘘！蛇仙娘娘伸出食指压在了我的嘴唇上。等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，我身上所有的疼痛和不适一扫而空。不仅如此，我的身体有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感，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一样。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小龙庙。让我惊喜的是，赵可仙居然站起来了。可仙，你还活着！我赶紧站起身来，走到他身边。见我过来，他转头看着我，啊呀的表达着我不知道的意思。啪！我简单干脆一巴掌直接扇在了自己的脸上。这不是做梦，我俩居然都好了，一定是蛇仙娘娘帮忙，快一起感谢蛇仙娘娘！我赶紧拉着赵可仙的手，在跪垫上跪了下去。赵可仙极不情愿地跪在地上，似乎特别不想拜这个蛇仙，目光落在了蛇仙木雕的腹部，那豁口居然也完全没有。拜了3拜之后，我赶紧拉起了赵可仙的衣服，看了看他的小腹，上面光滑如初，就像没有被刀捅过一样。我赶紧拨开了他的头发，这一下我居然看到他嘴角若隐若现的血迹。我震惊的直接坐在了地上，抬头看着他说道：你就是蛇仙娘娘？蛇
仙娘娘就是你，你嘴角的血迹是给我吸蛇毒的时候沾上的，是不是？赵可仙那2声，赶紧摇了摇头，他的眼神很彷徨，表情也非常的僵硬，甚至还带着一些发自内心的害怕。这种眼神就是纯粹的颠婆眼神，根本就是伪装不出来的。这个赵可仙除了和蛇仙娘娘的五官一样之外，我实在是找不出任何的相似点，两个人的差距简直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这时一声高亢的鸡鸣声响起，我猛地站起身来，嘴里说道：“不好，爷爷叫我在天亮之前把他的遗体送到蛇穴的。”说话间，我已经冲到了门边。很快，我和赵可仙来到了村口。老槐树下，数十个火把亮起，一个由干木柴搭建的火葬台出现在槐树旁边。爷爷的遗体也已经被放下，放在了火葬台上。村民们已经开始在往上面泼汽油，他们似乎想把爷爷的遗体给烧了。看明白了这些，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喊道：“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火化遗体，明显是违背了爷爷的遗愿的，我绝对不允许他们这么做。”听到我的声音，所有的村民转头看了过来，看清楚了是我和赵可仙之后，全都震惊地看着我们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们怎么可能还活着？蛇仙娘娘救了我们！我直接说道。现在也只有这个解释能让村里的人听我的话。众人听罢面面相觑，我也懒得理睬他们，嘴里说道：“爷爷的遗愿是把遗体送进蛇穴，你们怎么能烧了他的遗体呢？”随即径直来到了火葬台，然后开始扒拉着那些木柴。赵可仙也走了过来，帮助我移开那些堆在我爷爷身上的木块。所有人看着我们的动作没有说话。村长走了过来，小声问道：“不凡呢？蛇仙娘娘有和你说什么吗？蛇灾还会发生吗？如果不听我的，全村人都等死吧！”我淡声说道：“我要把我爷爷的遗体送到蛇穴。”这村长开口说道：“蛇穴可不敢去啊，那可是死亡禁地，自古以来擅闯蛇穴者，那都是必死无疑的。没说叫你们去。”我说着抓起爷爷的双手，直接把他背在了背上就要走。等等，老王头再次拦在了我身前。各位乡亲听我说，我已经联系了非常专业的捕蛇队，捕蛇队一来，所有问题都能解决，而且不但能够根除，我们村还能得到一大笔收入。我已经和他们谈好了，无论品种大小，每一条蛇都给我们10块钱的价，这样算下来，每家每户都能分到1万多，比我们种1年地还划算。一听这话，村民众说纷纭，很显然他们已经心动了。你想违背我爷爷的遗愿，把他的遗体给直接烧了？我皱眉冷声问道。老王头见所有人都偏向了他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对，你不能那么自私，为了三爷的遗愿不顾全村人的利益。”我抬头看了看东边泛着鱼肚白的天空，突然抬起脚，猛地一脚踹在了旁边人的腹部。这一脚速度极快，一个160多斤的大汉被我这一脚踹开，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才停了下来。这一脚让所有人都愣住，你最好好好衡量一下，这把老骨头能不能承受得住我一脚。我不顾老王头挡在我前面，径直朝着前面走去，我的眼神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决。老王头听完之后赶紧让开了位置，就在他让开的那一瞬间，一束强光突然照射过来，我转头看去，一辆面包车正按着喇叭快速驶来。来了来了，专业的捕蛇队来了，快快快！乡亲们如果想要钱，就帮忙拦住这个傻子，他现在已经疯了。老王头一边说一边快步迎了上去。